双子、水瓶座4月下旬感情趋势解读。我们双子真的是失望透顶了。双子的话，其实会觉得是时候该离开了。其实双子自己知道这段感情是因为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才选择离开的。双子的话，像是在做了一个随时会碎的这样的一个梦啊，反正梦早晚要醒的。与其是在担惊受怕当中度过，去等这个梦醒，倒不如我们双子先转身离开，还显得比较洒脱一点。但是你要说我们双子会难过吗？双子当然是难过的，而且是很难过。双子在感情里面纠结了太久了，因为星币7这张牌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代表着一种未来嘛，包括一些选择。那我们双子的话，如果说想要离开对方，找更好的，那其实的话也很容易，就是随便找的话，就有可能找一个比这个人更好的啊。但是我们双子这个时候的话，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的双子的话，真的很喜欢这个人，所以的话，这个离开的话，更多的是一种我强迫自己离开啊，我强迫自己去脱离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双子有的时候会犹豫啊，所以在和对方相处当中的话，真的也时常会给到对方一种很没有安全感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关于这个点，我们双子自己也很痛苦啊，因为后面是个宝剑8呀，代表什么呢？其实看得出来，我们双子的话就是有一种自我束缚的状态。所以其实如果说双子一旦做了这个决定，就没有人能改变的话，那不管就是别人说什么，我们双子就不大能够听得进去。虽然说双子座犹豫，但是真的没有人能够左右一个双子座。而且的话，主要有一个点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双子的话，在这个感情当中的话，是一个比较偏执的一个状态。那家庭的反对啊，朋友的劝告啊，周围人的一些闲言碎语，其实双子是都听不进去的。那为了去迎合他人的一个意思啊，我们双子可能会假装自己听进去了，但实际上我们双子的话，其实就说心里的那个想法从来没有真的动摇过。所以宝剑8的出现的话，我觉得我们双子依然对这个人充满了期待，在等待这个对方来找自己。尽管我们双子的话现在可能是处于一个就说假装放下的一个状态当中啊，但是呢，我们仍然的话期待这个人能够过来主动的找自己啊，因为在双子的心中的话，只有对方才能够去给到自己带来快乐。怎么说呢？我觉得从这边来看哈，双子的这种行为也相当于是一边在等，一边又关上心房，不再让他人再进来，就直接给自己画地为牢了。就因为我们已经认定了这个人，所以即使我们双子自己身边有更多的一个选择，我们都不会去看一眼。其实就宁愿自己就困在原地啊，也不愿意去放下对方。那我们再来看看对方吧。其实说对方的话，他的这个脾气其实我觉得会有点大啊，会比较的自我，然后在感情当中控制欲比较强。但是关于控制欲的话，那这个人其实也是因为太在乎我们双子了，才会想要去把我们去圈养在这个手心当中啊，就好像时时刻刻想要看着才放心那样。那后面星星牌出现逆位的话，其实代表着这个人的话，他可能没有去公开这样的一段恋情，可能是有一些就说不可抗力吧。总之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双方造成的这个伤害，我觉得都挺大的，而且双方都会有一些小争吵，小到鸡毛蒜皮那样子小事情啊。不过呢，也不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其实对方还是爱我们双子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恋情的话，就是会有一种可能高开低走的感觉吧。就是在开始的时候的话，有一种很强烈的想要让这个感情公开的念头，甚至是我们双子的话，其实可能原本还没有这个想法，是对方他自己想公开，但是走到后面的话，这个念头就越来越弱，发展到现在到变成我们双子有想法了，但是呢，我觉得对方不想公开的一个情况真的还是挺明显的。所以逆位的星星的话，更多的代表着这个人会觉得双方已经没有开始的那种契合了，两个人不合适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感情当中两个人的一些具体的想法那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死神牌，代表着在这个关系当中的话，双方之间的这种矛盾在不断的升级，甚至呢是说出现了冷战的情况那其实这个时候的话，他会觉得不能再拖了必须有一个答案了。那首先的话，其实他会就说觉得自己在被消耗，然后他觉得自己消耗不起。其实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他可能也不想去消耗我们双子了，所以大概率发生的话，这个人就是有可能会时不时的向我们双子去透露出一些他目前的一个状态，想要去给到我们打一个预防针吧。但是我们双子的话，有可能的话，其实会被这个预防针直接给逼到一个绝路了，就是直接跟他就挑明了。那真的说的白一点吧，其实我觉得我们双子在冷静下来之后，可能也会后悔，也会有些不甘心。但是以我们双子的一个性格吧，就绝对不会低头。其实双子座的就是那句话也只是一个试探，并不是说真的想要分开。但死神牌的出现的时候呢，说明双方其实对于这个关系真的也已经积累了很多的误会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也会有一种在置气的感觉，就是谁也不想先低头，谁也不想搭理谁了。但其实实际上从实际情况来说的话，对我们双子的打击真的还蛮大的。包括我们双子对这样的一个感情仍然是嘴硬觉得我又不喜欢他，哎呀，我就对他反正也没付出什么，
所以呢，就是这种嘴硬心软啊，只是说后面皇帝牌的出现的话，证明事实不是这样。事实上，双子的话就是嘴上太要强了，嘴上一套，心里又是另外一套。而且后面我们看到一个权杖五啊，其实权杖五的话，看到牌面当中有很多人物，就是在对方心里面也会觉得好像自己在跟我们双子相处的时候，总觉得被我们双子给扎到了，因为他和双子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不是特别快乐，觉得不是特别自由，甚至有被束缚的感觉，甚至觉得这个感情里面好像有确确实实感受到很多其他的阻碍。其实怎么说呢，他也知道我们双子对他好，但是更多的觉得双子太难继续不断的去往后去相处了。个人认为，其实双方之间最大的阻碍，我觉得还是性格的一个原因吧，性格上不是那么匹配，双方在性格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感情未来的一个发展情况。从这边来看的话，我觉得首先魔术师代表着这个感情啊，我们双子心里面还是放不下对方。其次就是说我们双子可能会去进行一些比较试探性的行为，因此的话我就会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双子也开始考虑给自己找退路了。双子想要尽可能的去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那双子也有自己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嘛，包括要思考的一些事情，包括的话也是存在着一些暧昧的对象，双子想要去试探。那如果对方让双子觉得不是正确的选择，那我们就有很大的一个可能去转移自己的一个注意力了啊。后面的话是一个圣杯十啊，我觉得在这边的话，对方的初心非常的好，这个人呢想和双子有一个未来啊，真的想过想要去结为伴侣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他在和我们双子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好像在无形当中是存在了一个阻力的。就圣杯十来说的话，其实代表着有可能出现了家庭上的一个阻碍，比如说他是有家室的，或者说是对方曾经有过某方面的一些创伤，导致现在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心结，没有办法去突破啊。那么我们再看后面一个圣杯三，我觉得这个人可能就是鱼和熊掌想要兼得，那我们双子就接受不了了。那我们双子其实对于感情的话，就是向往1对1的这样的一个恋情嘛。如果说做不到的话，那干脆就直接不要了。所以的话，这张牌出现也是表示着说我们双子打算放弃了而这个人的话，可能还是有可能就说只是停留在设想和双子在一起的一个美好的未来当中，而没有去做出一些实际的行动。那更多的话，可能是他想要先晾着我们双子，不去管我们双子他自己的话其实是一个胸有成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自己信心满满。其实他知道我们双子迟早会回来找他，只不过是一个早晚的问题。那么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前面一个皇帝牌的出现，至少也注定了最后他的内心倾向于我们的概率不大。所以我的一个建议呢是这样子的，我们双子的话还是要先去保护好自己。既然已经是受到了伤害，那么就先去治疗一下就说先去把自己治愈一下，反正是你的，跑也是跑不掉的，兜兜转转还是会回来找你。疗完伤回来之后的话，再去走下一步，其实也是来得及的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双子的这样一个牌面。其实整体来说的话，我们对这个感情的确很失望，那或许我们需要改变一下思路了去寻找一个突破口。其实我们也不能一直就困在原地，首先得明白没有人是你忘不掉的那即使是有的话，也应该把这个机会去留给一个值得的人要学会去放下心中的这样的一种执念，先认清楚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感情是执念在作怪，还是因为爱而真的就说无法放下，然后再遵循着你心中的那个答案去做一个选择，会更好一些。那好吧，以上整个牌面我就先说到这边吧，希望能够给到你一些帮助。那我们下期就再见啦。水瓶已经是控制不了自己的一个状态了，那我们水瓶可能你最怕的一个情况发生了那这边出现一个宝剑骑士的时候呢，其实水瓶现在的执念还是很重，不见面还好一见面还是会再次的沦陷的感觉，其实还是会想要去得到对方的一个全部的一个真心就算最后还是会分开，那我们水瓶也是不管不顾的。水瓶座的话，当下的一个占有欲是就是说在膨胀就是有一种情难自控的感觉，有点真的是没办法去顾及其他了，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状态那两个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其实会让我们的水瓶更多的就把原因去归结于对方会觉得是对方造成的，或者说对方的一种背叛感也好或者说对方的这种对待感情对待水瓶的这样一个态度的一个变化吧，才会导致我们水瓶现在的这个感觉非常的受伤，也会非常非常的不甘心毕竟水瓶座的话一般是那种主导感情的一方就是很少就是说被谁去所牵动的，或者说被谁所左右。那我们水瓶的话可能好不容易就心动一次上头一次，结果呢就落得了这么一个收场。所以水瓶座的内心的话其实也是一地狼藉的，就是比较的不知所措吧。但是表面上其实水瓶座还是云淡风轻，或者说势在必得的一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水瓶自己在强撑就是撑的也是比较累的。那水瓶座喜欢对方什么呢？我们再接着往后看这边的话我们看到一个月亮牌，其实我觉得
对方啊，就说在水瓶的眼中，好像我们水瓶真的是一见倾心了，就是第一眼的感觉就说哦，好好啊，比较印象深刻。那对方的话反而是一个比较高姿态的一种感觉，就像月亮一样嘛。其实的话会有一种水中望月啊，镜中望花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比较的清冷，有点就是说不可攀折的意思。那其实包括对方的一个外形啊、气质啊，我觉得还是比较在我们水瓶的那个点上的啊。感觉有的时候的话，我们水瓶的话好像也习惯了去被人给捧着，所以呢，遇到了一个不太主动的这样的一个人之后呢，我们水瓶反而比较感兴趣，就容易好奇。而且我们说这个水瓶座对一个人好奇啊，其实就是一个要沦陷的一个开始了。那对方越是忽冷忽热，水瓶的话反而更想去点燃对方，去温暖对方，可能这个有一种这种征服欲在其中吧。那后面的话是一个宝剑七啊，其实我觉得宝剑七的话真的不难看出我们水瓶还是有点摸不透对方的，就感觉对方的有些事情没有跟水瓶说，那包括两个人的关系忽远忽近的，其实会让我们水瓶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就一颗心一直就是提在半空，很难真的去落地，就是熬得我们水瓶特别的难受。那这种执念的话也会随之越来越深，那对方的一个态度越是暧昧，越是躲闪，我们的水瓶反而是越放不下。所以从这两张牌来看的话，我真的会觉得就是说月亮代表的是一些潜意识的内容嘛，两个人更像是处在这种暧昧期，朦胧不清的一种感觉。其实的话，这种感情的一个阻碍的话，也就是感觉你们两个人这个感情啊，包括这个现实的基础啊，真的不是特别的牢固，对彼此的了解也不是特别的深，可能真的只是凭感觉啊，就说感觉到位了，也不管别的，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并没有特别的久。所以说，对于我们水瓶座来说的话，坚持起来也会发现格外的难，要克服的问题的话也有很多啊。那对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再接着往后看啊。那从这边来看的话，其实我会觉得对方他一直是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因为这边出现一个圣杯王后啊，圣杯王后的话不难看出这个王后拿着一个圣杯啊就坐在这边啊，代表着在对方眼中呢，水瓶其实很有魅力，也很吸引人的这么一个形象。但是呢，其实更多的是他自己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美化，因为两个人的这种相处，包括说这种就是深度的沟通和交流啊，真的是太少了，不是特别够啊。所以的话，他其实对水瓶的话也是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对于真正的水瓶的了解，并不是说特别的多。或者换一句话说吧，他看到的水瓶更多的是水瓶想要让他看到的一种人设啊，就是我们水瓶想要让他觉得我是什么样，那我就表现出什么样。所以说两个人相处下来，其实会有大大小小的这种摩擦出现，就是理想和现实的这种碰撞啊。那紧接着又是一个大卡纳，一个命运之轮啊。命运之轮代表什么呢？代表对方对水瓶的这种情感的一个投注啊，其实也是很多的，可能他自己的话都没有真的去意识得到。包括其实这两张牌放在一起啊，我真的觉得两个人会有一些年龄上的一个差距，或者说在心理层面上的这种年龄会有一种反差啊。一方是更加成熟包容的，那另外一方的话更多的是带来了一种活力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两个人的这种命运感就很重啊，就不管是对方还是说我们水瓶，其实都会觉得说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相遇就是这种缘分使然啊，甚至是说我们水瓶会希望能够跟对方就是有一个长远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婚姻啊，包括孩子啊等等。那水瓶的话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向往，就想要把就是这段关系给绑死绑住的一种感觉。但是对方呢，他又是一个不太确定的一个状态，所以他还是觉得需要再考虑一下，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很冲动的人，所以即使说再怎么喜欢吧，他也不会像我们水瓶就这么的上头啊。那水瓶一个人的这种推动的话，就会比较的就努力啊，所以说就感觉越努力反而是越来越远了。水瓶的话就真的就是特别的沮丧啊，或者说有这种挫败感啊。那后面的话到底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变化，我们再接着往后看。从这边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一个教皇的出现吧，更多的代表着在这个关系当中有一点很明确，水瓶对对方有一种爱之深责之切的感觉，就是那种越喜欢就越想掌控对方的一切。那水瓶现在的这种表现的话，就会比较的自我啊，就感觉我不要再去委屈我自己了啊，我也不想再去那么的懂事了我体谅你的话好像也没有得到想要的一个结果，那索性的话我就直接任性一点，反而你才能够更加去关注我，更加的去看得见我。所以我们水瓶就会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那种感觉啊。其实的话也是因为就说太在乎对方了，就很难去真的去保持一个冷静啊，或者说理智。其实很希望对方也能跟自己一样感同身受啊。那后面我又看到一个星币3，其实的话星币3，我觉得水瓶的情绪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稳定，一会儿可能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去抓住这样的一个感情，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很想去温暖对方。一会儿呢可能又觉得没必要强求啊，真的没有必要了，就是顺其自然吧，甚至会去说你给我也不想要了啊，你现在要去对我示好，我也就是不会去理你了，就这种感觉，两种状态在反复的横跳交织当中。包括水瓶其实周围也存在着一些其他的选择，长辈看的呀，或者说一些工作社交场合认识的，但是我们水瓶心里的话还是
就是说最重视的现在还是对方，只不过说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希望有人能够关心一下自己，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比较激情和心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水瓶想要什么呢？我们水瓶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也搞不清楚啊。就像瓦尔德曾经就是在那个叫什么来着啊，道林格雷的那个画像嘛，好像是在这个里面有写过一句话，叫烫伤过的孩子仍然爱护。其实这句话很有深意啊，因为我们水瓶我觉得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很难因为受伤了就不去爱，就是可能会不长记性，这个也是一种纯真的一种状态吧。那对方到底是怎么看的？我们接着往后看啊。对方这边的话，两个圣杯水元素啊，其实我会觉得对方对于水瓶的一些想法也好，或者说一些行为也好，并不是说不知道啊，更多的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所以呢，他索性就装看不见。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圣杯骑士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对方的话，他对我们水瓶有情啊，拿着这个圣杯，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专注于水瓶，因为他不确定两个人能不能有一个未来，他更加倾向于走一步看一步，然后享受当下的一个过程。但其实水瓶的话很难去接受对方的这种态度，因为我们水瓶呢，就是想要的无非很简单嘛，就是对方你坚定的选择我了，不能说就这样把我当做一个可有可无，也不能说忽近忽远。其实说白了就是水瓶的这个安全感啊，就是不够啊，得不到。所以的话，这种自我折磨的同时呢，也想要去影响对方，希望两个人的话就能够去休戚与共嘛。那后面圣杯5嘛，代表什么呢？代表在这个关系当中，其实是一个就是说自我封闭的状态。对方他真的害怕水瓶这种像燃烧瓶一样的状态，就感觉随时会自燃，会把周围的一切都燃烧殆尽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对方说白了啊，是一个相对慢热的人，相对冷静的人，他更加的去期待的是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会比较的怕那种一切不稳定、不安全的因素。所以说的话，一旦水瓶让他感觉到了危险啊，其实他就会想要去，就是说撤退啊，想要去自保。这个其实真的不是说爱或不爱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性格的原因使然啊。其实我真的接触过很多感情的这个关系里面，真的好多问题啊，大部分都出现在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嘴巴，有爱却不说；那另外一个就是眼睛，只看得到就是说自己付出的和想要的，总是把自己的这个意愿强加给对方，然后吃力又不讨好。所以感情当中的话，其实很多问题啊，我觉得最省力的解决方式就是换位思考。只有知道对方的就是说想要的，你才能够出小力办大事，事半功倍啊。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那对方其实也是一样，有的时候的话，真的也不要去太被眼前的一个现状给蒙蔽了。那有一天的话，蓦然回首，你会发现啊，其实那个给你许多痛苦的人啊，却也是能够真正去救赎你的人啊。那以上的话，我们水瓶近期的这样一个感情发展状况，我就先说到这边啊，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启发。